好，这有没有 KO？ 对，就是，哦天哪！了解国内搏击的朋友对魏宁辉这个名字肯定不陌生。魏宁辉以打法凶悍著称，比赛丝毫不拖泥带水，经常以最为直接的 KO 方式获得胜利，因此魏宁辉深受拳迷喜爱。下面带大家回顾一场魏宁辉的精彩比赛。这场比赛魏宁辉的对手是来自日本的宫越庆二郎。这位日本选手可不简单啊，他不仅是日本多项赛事的王者，还是 WBC 的泰拳冠军，在当时的全日本羽量级排名第一，是货真价实的顶尖高手，并且魏宁辉与这位日本王者曾经有过一场大战。在那场比赛中，魏宁辉以点数告负。这场比赛正是两位的二番战，同时也是 WBC 泰拳轻量级洲际肩腰带日本 NGKF 自由搏击王者，排名日本第一。在昆仑决菲律宾比赛中，宫越庆二郎加时赛点数击败了魏宁辉，所以今天的比赛是两个人之间的二番战。比赛一开始，复仇心切的魏宁辉便以凶名远播的前手勾拳击腹率先发难，散打风格的集训侧踹腿，更是2次直接将对手踢倒。迅猛的拳法配合着穿透力十足的直线腿法，打得宫越庆二郎疲于招架，无法做出有威胁的还击。压力太强大了，对于日本选手来讲呢，他真的是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应对这么如同烈火洪水一般的进攻，而且他要适应一个这个日益强大的这个小胖。对，一开场的2记标志性的左手的下位摆拳都打在了对手的肋部上面。别着急，别动。做好防守，找机会，假动作。组合拳，腿上头。啊，一点看不出上一场他输给了对手。对，魏宁辉打得非常勇猛。哦，又是一拳打在对手肋部，这就是他现在的标志性动作。对，这开始想打出自己的风格来了。对，打出招牌。估计今天赢也是这样的这个击腹勾拳了。是。如果不做适应性的专门的针对性训练啊，这个位置真的是很容易被打到，很难防守。是。在魏宁辉的连环击打之下，日本王者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韧性与异常稳健的临敌心态。尽管挨到多次重击，但均未表现出任何慌乱的神色和举动。打到脸上，这真是恐怖的小胖。不过非常奇怪一点的是，日本选手蓝角选手他这个好像抗击打能力异常的强，到目前为止这么多重拳打在了肋部和脸上，竟然没有丝毫影响，移动很迅速，动作仍然很密，而且没有表情。对，似乎跟没打到一样。哦，这一拳贴着下巴划过去啊，击中了也是非常重的一拳。打击之下没有，哦，重拳，直接迎面打在对手脸上。因为小胖现在没有刺拳了，他前手是前手的重摆拳。对，不做试探性进攻，每一拳都要拳拳到位。对手的重拳，还以颜色，防守到位。好，还有10秒钟。但是想击倒这个日本选手，要有耐心。对，这日本选手啊还在还击，而且呢，左右2个直拳还打到了防守拳套里面去。来到第2回合，魏宁辉继续不遗余力地向对手释放自己的恐怖重击，拳法与直线腿法的组合进攻十分犀利。经验丰富的宫越庆二郎适时地改变了战术，更多的采取后撤反击的打法，避开对手锋芒的同时予以精准反击。这样的战术思维很快便收到了效果，得到了更多还击的机会。对，第一局这个比赛虽然打得很爆裂，但是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到蓝角。是的，对，侧踹，近身拼拳。所以蓝角确实有一股你讲的阴柔的力量。是的。哦，你看，好，连续3个拳，前2拳都是扫着脸打到了。伤害性不大，但是这个很危险。接腿迎接，打的对攻，左手摆拳。哎呦，蓝方打的也很勇猛，完全不退让。你不是有重拳吗？我也有。这就是2番战的味道，这就是复仇战的味道。对，他把这个除了技术还有情绪打进去了，对，很好看。对，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魏宁辉在第一回合脸上的微笑已经没有了。对，啊，看这个被，哎呀，这个有点防守有点危险，注意。对，魏宁辉被连续打中面部打中2拳，对，会影响他打到拳套里边去了。对，在回合后半段，双方展开了互不相让的近距离拼杀。在对攻中，魏宁辉的拳法无论是在力度还是精准度及线路丰富性上，均展示出凌驾于对手之上的高水准。极具突然性的前手摆拳数次精准命中对手头部，标志性的击腹拳更是连续命中。而宫越庆二郎则在拳腿的配合上更胜一筹，同样给魏宁辉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这一回合双方平分秋色。拳法呀，真的是算是专业级别的拳法了，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要自己打什么拳，而且能够控制得住。对，而且能发出力来。接腿迎击拳，做高爆头的动作就是骗对方打拳的。魏宁辉的这个拳确实有 KO 对方的能力，但是他也被对方 KO 过。对膝。好，正蹬。然后你看双方带的表情，然后现在男方在的腿上轻松的防守。其实啊，大家看魏宁辉在防守的时候，眼睛是在看对方的，所以这不是失控的防守，这是在找机会。很危险，双方都很危险，我觉得这种争夺。对，漂亮，不退让。对。对。一定要小心。啊，双方都要小心。都要做好防守。啊，双方的气势都很盛大。对。来到最后一个回合，开局不足10秒，魏宁辉的前手摆拳迎击再次精准命中，并以一组线路清晰的拳腿组合打得对手节节败退。而顽强的日本拳手并没有选择退让，第一时间以同样凶狠的攻势向魏宁辉发起凶狠反扑，极具空手道特色的连续直拳与低位砍踢频频奏效。意识就是吃了亏之后马上迎上去再来，对，说明他不准备退让，他不准备退让。对，第一体能充沛，第二技战术意识非常清晰。对，他是准备受你几拳的，但是争取打倒你，是找机会。对，两个人都想打 KO。对，我觉得这第3局是要 KO 一个的感觉。看看谁能抓住这个微小的破绽。就是防守的一瞬间的舒服，对，就好。动作的密度呢，现在红角下来了，蓝角还保持着高密度。但是呢，因为蓝角的这个密度很大，所以红角没有机会打他的击腹了。是的，对，他在突出头部防守。这时候不知道，对魏宁辉的技战术问题，还是他做不出动作来了。体能上也有点限制了，我看。对。回合后半段，魏宁辉的体能开始下降，宫越庆二郎则开始加快进攻节奏，逐渐占据场上优势。对手的抗击打太好了，太好了！蓝角的抗击打真的是非常强悍，而且现在打出的摆拳还是砰砰作响，很有力。所以魏宁辉做好防守，而且要调整好体力。对，用好最后的体力。打肋骨。现在蓝方倒反而很主动了，现在。时间只剩下了1分钟，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恐怕结果还要给裁判。对。多做动作，多做动作。不能等，不能靠。有些人体能要打出有质量的反击。魏宁辉有点体能下降的厉害了，所以体能要求很高。特别是魏宁辉的这个打法具有非常高的体能要求。没有动作了，对，坏了，危险，甚至有可能被 KO。对，蓝角现在动作频率还是非常高。对，这个最后是体能起了很大作用。对，好，这个反击非常有效。侧踹抓住时机，这是个最好的时机掌握的，控制距离，小心。手抬高，手抬高，手要拿起来。这个就在比赛的最后10秒，双方不遗余力地展开了自杀式的冲锋，仅以机枪扫射般的连续直拳对攻。在一场火爆的对攻场面中，比赛结束的铃声敲响。对，就是，哦天哪！顶住了最后的精彩的一场比赛，非常精彩的比赛。最好是再给一个加时。我个人认为，最后这10秒钟已经值回票价了。对，对攻啊，这个对攻不下20拳的对攻啊。前2个回合，至少第1回合明显要给红角，但第2回合蓝角也有一定的。对，第2回合应该势均力敌，很难判，所以有可能是判平。
最终经过3个回合的艰苦鏖战，魏宁辉以点数优势胜出。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点个赞再走呗。特别累，我赢得特别艰难。第3局不是最后跟他拼，会输。他体力很好，日本人特别难打。他的节奏从第1局到第3局一个节奏。对，但是没有 KO， 没有。他不是一般的日本人，他跟他哥是在泰国，在日本泰拳 K1 都是排名前几的，赢得特别艰难，特别累。まあやっぱウェイも1ラウンドからこう倒しに来ててやばいなって正直序盤思ったのが後半もう巻き返したとは思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の1ラウンドのそのポイントが取られた印象が取られた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な敗因の一つですね。すごいテクニック技術がうまい、あとは試合慣れしてるところですね。ロストロス